日本神社哦，先洗所有手，代表上辈子的恩恩怨怨哦，不洁净的东西把它洗干净。接下来呢，金身就是右手，所以呢把金身哈这恩恩怨怨的东西也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瓢哦倒在左手心，捧在心正高的位置，净化你的心灵，然后呢再漱口就好了，漱口就好了啊。爱吞了，那把它吐出来，这水哦，唔敢保证，所以唔敢吞袂落。然后呢，再把左手洗干净。安尼你无信心。然后呢，最后一个步骤，再把水瓢装满水，立起来，啊，把水瓢洗干净。其实它是一个中文字，就是参拜的参，哦，参拜的参。所以来到庙里面的话，就要参拜了。日本的台阶有很多，不是3个台阶，要不然就是33个台阶，要不然就是333。自古以来，澳洲一关就是为人所知的知名神社，讲的也就是盐府神社。现在的神殿是第4代藩主伊达冈村在西元16世纪所下令动工的。如果你喜爱日本文化跟历史的人，你应该就会知道伊达冈村这个人物喽。至于在西元17世纪的第5代藩主是伊达吉村再次修建改建。有看到后面的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石鸟居啊。那鸟居一般很少用剪刀做的，这个是石头做的啊。在西元16世纪所做成的2层高的楼门，到达神社殿堂，规模非常的大啊。那排列出整局有序的规划啊。那神社底下呢还有什么东西？你看看那个麻绳啊。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的这个神社底下有看到那个麻绳嘛哈，我们再大概了解不哈？咱掉了当日本的形象也看到这个蛇啊，它叫做什么753神。这个神社呢，用于圈尾或悬挂特别绳索，也叫做注连绳。它是什么圣洁之物的界限，而且这个绳子上面还有很多的秸秆或者是呢纸垂的这种纸条。那纸条是用盒子贴出来，成闪电的形状，用来悬挂注连绳。那这个呢，很多的拜殿底下呢都有这个。那这些呢，大部分都挂在鸟居的上面，所以去神社拜访的时候呢，先看到鸟居跟注连绳，很多各家的神瓮啊也会有哦。它是正月里家门口的这种装饰物品啊。那请岁神来家里面侍福而悬挂标志。有没有这一幅看得更清楚了？麻绳对不对哈？也看还有纸垂对不对哈？那在这呢，很多拜檐下面都是挂这个注连绳，看到了，这里就比较清楚了哈。挂在鸟居的下面呢，去神社拜访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很多的注连绳，这些注连绳都是由稻杆跟麦秆所碾成的哈。麻类植物的种植受到限制，为了弥补原材料的不足原本注连绳都是麻绳但战后新规定，日本战后新规定的法律有些已经不是麻绳了，它用的是稻杆跟麦秆所做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是东北的非常著名的历史博物馆这个叫做盐府神社这个盐府神社在这边是非常有名，其实东北还有很多有名的地方，包含了它的鱼市场这里也有人把它叫做盐灶神社。这个灶这个字呢，其实不太容易打得出来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神社，最早以前叫做盐灶那日本上百座的盐灶或盐府神社的总本社就在这我们现在中辖当家的这个神社呢，富有传奇的色彩。在明治时期呢，奉祀的呢是什么智坡盐大神的智坡盐神，神社也迁来这个地方。同样一地就有这个什么盐灶、智坡盐2座神社，有如香川县的金刀比罗宫为全日本的总本社的宫殿一样。所以以前它叫做盐灶社，主祭的盐土老翁等神明的盐灶神社，甚至全日本超过100座的盐灶神社。
这753受父有看到吗？那个也就是写作753神，地神啊，也就是神社用于牵挂请岁神进来的地方，所以他写了个753啊，那个也叫753神，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在这里呢，有200多阶的参道，这个参道呢，拾阶而上可以净化心灵啊。日本很多时候你发现它净化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写金纸啦、是啦拜拜啦，这就是日本佛教的无同款。但进内底呢，你行的时阵，会使看到日本的古迹，会使看到日本日式庭园，歌群飞舞，还可以上去到上面看到海边的港边呢。在这儿，是日本数1数2的重点神社，而这个地方它的牡蛎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看神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机会呢，去了解到日本的佛教。像日本跟佛教，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日本佛教，多数的台湾人是非常的陌生的哦。台湾人很爱去日本，对于日本的大小事呢，点点滴滴，但对于日本的历史似乎感兴趣的不多。佛教在日本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下，佛教这个有包容性与消融性的宗教，炸的100里本的大和民主一样，它也是源自于中国，发展出自己日本自有的文化宗教。日本的历史，佛教的历史跟渊源啊，其实当然再怎么讲，它还是源自于中国。而佛教又要讲说，它来自于西元前6世纪的印度。佛教的教义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教诲，其中一支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佛教支派，被传到了日本。所以佛教在第6世纪的时候，经由中国与韩国传入日本的。当时的韩国的百济王朝把佛教文物当作了礼物送给了日本，佛教很快的受到日本掌管贵族的热烈接受与喜爱。这个外来的宗教刚开始的时候跟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之间稍有间隙啊，但日子久了也就和平共处，平安无事哈。因为一开始的日本佛教，一开始的佛教并没有深入日本，在奈良时期，大型的佛寺都集中在首都奈良、如东大寺，这些佛寺对政治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西元784年日本政府迁都到长冈的原因之一。之后，西元794年再迁都于至京都。然而，反观日本的历史，这些征兵对政治的野心，却也是困扰了日本政府数个世纪啊。这也是日本佛教的开始啊。这也是日本现在国内大约有9000万的人自认为佛教徒，但是宗教信仰并不会直接对一般的日本人的每天的生活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他们很多的方式都是用佛教来方式来举行，在许多的家庭当中也会放一个小佛坛。但是你会发现，佛教传到了日本之后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为什么？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的复杂，它多了一点干净，它也没有那么的怪力乱神。它没有延伸出非常多不同的教派。在明治时期初期，佛教团体当时的明治政府偏爱神道教，想要让它成为新的国教，尝试的将神道教从佛教当中释放而出，但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日本说起了它的佛教，其实也是在地化过后的一个宗教。现在我们台湾的宗教，我们来到了松岛湾了，这也就是我前面在提的。非常多的人喜欢到日本玩，但是说实话，很奇怪哦，日本的历史真正能够勾引出很多人兴趣的，倒是不多啦啊，倒是不多，不是没有，倒是不多哦。这也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哦。可能这个文化上面呢是比较独特的一支啊。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松岛湾，它是日本三景。
它最早出现在300-400年前著作了日本的一个叫做国事机考当中的文案当中，这个文案当中就写的什么？写的丹后天桥立、陆奥松岛、安艺岩岛3处很特别的奇观，其中这一个叫做陆奥松岛的地方，当时就位于陆奥国，就是现在东北地方的松岛湾。松岛湾里面大大小小遍布的260几座的岛，几乎每一个岛都生长着黑松跟红松，所以就把它叫做松岛。这很正常，全部都长松不叫松岛，就很奇怪了啊，是非常的自然奇观啊，很特别的地方哦。排胜、松尾、芭蕉，非常有名的诗人吧，面对的松岛美景呢，都写下了说松岛啊松岛，松岛啊松岛，就是你说这有什么有名啊哈？就是太美了，真的松岛啊松岛，有没有啊？就是美到不知道讲什么啊。那来到这儿，当然有3件事情啊。一边来到这儿，你看，这德丁馆脑松树，其实很漂亮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松啊，而且看到松柏跟日本的庭园就有一点接近，对不对啊？他们家这阵啊，吃海鸥、吃蚵啊，是松岛的3项代志。你要看松岛的美景，你就要坐松岛湾的游船啊。当然啦，你的湖顶馆你无游船，200几个岛，你要安怎知影？但是当然嘛，无可能200几个岛踅了了你会坐这船啊，搭这岛小可踅咧。船只若开始开的时阵呢，真济什么卡猫咩就会对你的船啊开始飞，等待的游客来喂食。什么卡猫咩吃虾味鲜这个是松岛很大的特色，不是喂面包啊，不太一样啊。他们吃久了没虾味鲜还觉得不太习惯啊，饮食习惯还真是啊，不只是各个国家人民的饮食习惯不同啊，我发现呢，连动物都不太一样啊。那牡蛎也是松岛的特产啊，所以来到松岛就有这3件事嘛，游船、海鸥跟吃蚵啊，在这儿。你可以看得到，每年的牡蛎的生产季节就从秋天开始，一直到隔年的3月啊，所以这是不太刚好这个季节来是有的。你看看260几个岛，几乎每一个小岛上面都长满了松树，这真的是天然的奇观啊，有没有？这些松树长上去，怪了，这些岛上面就看起来超美，有没有？你看。这做这看的德丁馆长松树，一般呢，你若当然看的那个千岛群岛啥的，德丁馆做这长松树，所以长松树的岛特别的漂亮啊，也特别的奇特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松岛湾让很多人觉得它很漂亮，原因在于这些小岛上面长的树了不太一样啊。你不要小看这个松岛啊，每一年吸引了上百万的游客来这边。就是要看这些奇景啊，它最大的奇景也就在于这里的多山，这里的多岛，这里的多岛上面呢都是松树，也叫做松岛。是大黑岛，在这3座中间稍后的是惠比寿岛。
台湾有很有名的蚵仔寮，对吧？日本嘛讲有名蚵仔，牡蛎的养殖场，宫城县的松岛，它的蚵仔就是最有名、闻名全日本了。我们可以等一下在松岛看到一根一根竹子，这个就是牡蛎的养殖场啊。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跟温度，让松岛的牡蛎成为了宫城县的一大特产啊。在牡蛎旺盛的季节呢，沿路上看到的都是在卖牡蛎的啊。而且松岛的牡蛎个头特别大，肉质特别饱满啊，比咱台湾的蚵仔更大粒。而且您吃蚵仔的时阵吼，加特殊的是，因为蚵仔不是讲不止产一只哈，因为蚵仔是连壳拢做伙哈，在其他里面连壳嘛拢做伙，做少有白壳的，不是无较少有白壳的哈。所以呢，当人家呢，因蚵仔的产品呢，日本人最厉害的是哈，一项物件也在做过来种变化，它可以把一样商品呢，做出很多种变化跟口味的不同。所以呢，这里这牡蛎冻、牡蛎可乐饼、牡蛎汉堡都有人吃啊。虽然我自己也喜欢吃蚵仔哈，从生食到炸食，牡蛎的方式多了太多种口味了。而且我说过，日本是一个喜欢吃季节商品非常强烈的国家，在每一个季节都有它限定的商品，还有特别的东西出现，使得非常多的人喜欢吃牡蛎啊。在松岛的街头与市场，其实都有机会看到牡蛎吃到饱的店家哈。在这儿也是伊达政宗的故乡。伊达政宗呢，他出生于在这个山形的米泽市啊，米泽城。所以呢，伊达政宗呢，在整个东北是非常有名的哦。那伊达政宗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伊达政宗是战国最后一个野心家，织田信长、武田信玄、上杉谦信、毛利元就、齐藤道三，有没有听过没？这些战国枭雄啊，当时呢，一个一个画下休止符。而在那个时代，只有伊达政宗还敢喊出“愿早生20年，成就如信长公霸业”啊，就是如织田信长一样啊，无外是相当特别的。伊达政宗花了10几年的时间，统一了当时日本的东北，正想一展抱负的时候，争霸天下的时候，丰臣秀吉早已席卷天下，所以日本当时也是个多国的地方。当时带着天下大军把关东霸主围在小田原城了。这种局势，除了低头，伊藤正宗也没有其他办法，就归顺在丰臣秀吉底下，把东北拱手让出了。但是伊藤正宗虽然臣服了丰臣秀吉，他也不是简单的臣服啊，耍些花招啊，吸引民众的注意哈，那他才会呢，不会变成随手可弃的领主啊。所以伊达政宗其实呢，到后来呢，还是一样哦，归顺了丰臣秀吉，当然也好啊，他也免去了远征朝鲜的苦差事哈。所以伊达政宗可说，很特别的一个厉害的历史家。在日本的三景之一松岛，还有一个叫做五大堂。五大堂是一座松岛临济宗妙心寺派的佛堂，在宫城县。松岛是日本三景之一，而五大堂最初的建筑在松岛上面，就是在西元807年，现存我们看到的五大堂是16世纪后来才重建的。据说它是东北最古老的桃山建筑。什么是日本的桃山建筑呢？当然也就在日本的桃山时代啦，对不对啊？进来到了这个五大堂，那它也在松岛游船的渡船口旁边而已哦。朱红色的桥跟外部相连啊，
通往武大堂的桥也叫做结缘桥。那在这儿可以看得到，武大堂在西元807年所建，由持觉大师手雕武大明王供奉在此，所以呢就称为叫做武大堂。武大明王是源自于这个又很特别的印度教湿婆的译名后来他被佛教采用，成为大日如来的使者，真言行者的守护菩萨。以不动明王为中心的武大明王，向由当时的弘法大师空海引入日本。随着追求利益的修法规模，武大明王的信仰就盛行了。所以，当日本的寺庙来，你也在调调看到武大明王。这武大明王又称为武大尊，也就是刚刚前面的武大堂的来由。武刹怒、武不刹怒、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然后还有金刚夜叉明王等等有点忘记了这就说是日本的这个武大明王，他的宗教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明王在佛教当中归属在佛部、菩萨部之下，那这很特别在我们台湾很少了解到的明王那在佛教当中在以禅净为主的台湾正信佛教比较少见的信仰对象但在日本呢，武大明王是很多人信仰的一个宗教色彩日本的早期建筑呢，主要以神社、佛教寺院为主，以宫为主，标志都市繁荣的城堡。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在中世纪明治时代以后，也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不少的建筑才转向了西式的建筑。那像现在的东京铁塔一样，成为日本东京的一个地标。日本建筑的特点在于对于人在自然环境当中的关注，还有日本传统文化的坚持，以及在东西方建筑风格之间的平衡所以你来日本看日本的建筑，日本并没史前建筑的实体遗迹存在。古老的文献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跟建筑有关，跟欧洲的古罗马不一样。考古的挖掘、研究的工作，当时的房子有着树叶跟泥土制的屋顶，所以日本真正有比较贵族阶级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在3世纪以后，真正旺盛是在5世纪才开始的飞鸟时代。这也就是日本建筑的特色。中尊寺的山号叫做关山，它在西元850年的时候，由持觉大师元仁创建。12世纪初，澳洲藤原氏初代做了大规模建设。在这儿，根据当时在镰仓幕府的官方记录塔寺的数量在40座以上，禅房在300间以上。你知道当时这样子的房这样子的寺是非常非常大的。平泉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日本地方城市的新区而繁荣着。陆奥曾经是没有战争的平权的世纪然而京都的传统、它的权威、镰仓、元赖朝势力以及平权文明的各种，当时就是各个邦城之间的斗争，状况变得不太一样所以镰仓时代以后的中尊寺就日渐的衰退了这里拥有非常多日本国宝级的文物，油漆的漆的工艺、木的工艺、金属工艺。中尊寺被视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平安佛教美术宝库。佛教的派别指的是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或者是组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佛教从这个印度开始团，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分了好几个派别。而在唐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就改变了一切。岩美溪发源自立居山的盘锦川所侵蚀而成的峡谷，全长总共有2公里上流非常的湍急，流到了下游的地方的加平稳在这儿最有名的当然也就是树林一起变色红叶遍野，哇塞！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他们说的台风天哇，这种日子很特别这个风雨你看水流量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它被称为叫做日本第1美溪。樱花跟枫叶最怕什么？
最怕一夜秋雨啊，或一夜春雨啊。这个雨一下来啊，也要等落了啊，很容易啊，尤其是樱花更严重哦。樱花的那个寿命非常的短哦。你知道它稍微风大一点或雨大一点呢，哇塞，搞不好今天盛开，明天就什么都不见了。在这个地方看看日本第一美溪哦。有没有看到日本第一美溪在附近走，满山落地的枫红啊，落在地上，下雨嘛哈，下雨可能再加上风吹等等哦。秋天有枫叶，春天有樱花，什么地方呢？我就常讲哦，日本有时候在这点不太公平啊，就怎么样呢？就四季很明显的四季的这个颜色，我就说过，日本的一年在过四季啊，很棒啊。能够有一年四季都有一种主题可以过的国家，你说这不棒还有什么棒，对不对啊？那当然带来的也是到处的这种温泉啊。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有地当有地当那但是你来讲到这呢，咱台湾嘛是啊，有地当，还有风台嘞，对吧？还有跟日本相同，日本嘛风台但是日本的风台不像咱台湾遐严重然后日本小港有土石流台湾嘛有地当嘛有但是因为台湾的海岛型气候，所以台湾比较没有所谓的一年四季来的这么明显的这一种落差那岩美溪在1927年呢就被日本指定为国家的名胜及天然纪念物其实日本在很多的环境保护文物上面呢，其实呢超越台湾非常非常的多。他们甚至呢宁可从外国进口很多的东西，也不愿意去破坏自己本土。在某个程度来讲，你可以说这个国家讲主书，跟你国家内底物件歹恶，对吧？要保存了真好，上好拢留伫国内，没有过来了。你会使讲伊真主书，但是哪使讲伊的人民真幸福？啥呢？因为呢，上好拢留互家己的人。第二点是啥？因为你无破坏家己本土的物件，所以本土的物件你就会使把环境保护了真好。问题是呢，你对外国买入来，你会费用的管任何代志呢，没有两面好的，有利也有弊。而在这全长2公里的美丽溪畔，岩美溪自古以来就是名胜的，而且据说在16世纪在此执政的武将对这里赞不绝口。岩美溪四季如画，春樱盛开，秋风也盛开。